大家好，我是大蜡烛。我现在觉得米忽悠卖周边远比我想象的挣钱。几天前刚上芭芭拉手办，立刻销量就破千了。干预手办今年4月这批已经是第3批了。从崩坏2、崩坏3到原神，无论 IP 新旧，每个手办都能收获1万加的销量。如果拿一个手办从728人民币的单价来简单算一笔账的话，每个手办的流水都在100万级别，而且无论是卖手办还是卖其他周边，消费者都是先打预付款。比如已经卖了5万个的这个可莉蹦蹦炸弹杯子，虽然之前很多人都拿到了，但你现在下单得今年4月才发货，这就是强势 IP 的威力啊！生产这些手办的也是米哈游早前布局的公司。2018年7月，米哈游就投资了国内新兴手办厂商 Epic Toy， 持股17%。这个厂好多人是 GSC 出来的，也是做了很多牛作品，比如 KDA 阿狸，1:1的八重鹰，1:1的少女前线 K2。小姐400多斤，有3个我中实际呢，如果论技术，国内厂商跟日本御三家差距已经不怎么大了。这期视频我们就说一下日本手办御三家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目前国内手办又有哪些机会？国产周边继续发展到底卡壳在哪里？其实好多人认为手办这种说法是从日本来的，并不是这个词具体怎么来的，虽然已经没人能说清了，有的说是手办的谐音，反正日本本土也没有这种叫法。有些地区上这么写实际是为了吸引中国顾客。在日本也是先有其他的模型玩具，再有的人形 figure。早期日本也是先模仿欧美起步，后来才从迷你小怪兽摇身变成了哥斯拉。世界上第一批商业化塑料模型是1936年由英国 IMA 公司旗下的模型品牌 Frog 开发出来的 Penguin 飞机模型系列，并不是给小孩子玩的主要是用来给军队里面搞军事教育的。因为是塑料的相较于原来木质的模型更加轻便也更加耐用。这种塑料制的军事模型在2战期间被漂亮国拿来做作战方案，搞战略布局，很多模型厂商也吃到了这波红利挣了好多钱。战后这些模型又被转做商用，升级成为了小孩子的玩具，大孩子的收藏品，是40、50年代美国宝妈宝爸的福音。而2战结束后日美之间的友好交流也带动了包括企业在内的民间的沟通。1950年后，塑料模型作为友好交流物资的一种被美国大兵带入了日本。之后美国厂商也在后面跟着踏进了日本市场的大门。日本丸三商店在1958年率先发售本土第一款拼装模型鹦鹉螺号核潜艇模型。之后50年代的日本至少涌现了50多家的模型厂商，都以搞军事模型为主。最后活下来的公司也就占据了现在日本魔玩领域的大部分份额。比如出4驱车的田宫模型，最开始想出来往巧克蛋里面塞小玩具的海洋堂做高达模型出名的万代但当时的厂商就算军事模型做腻了，想破圈，选取的题材顶多也就是限定在动物、交通工具之类的题材，卷的范围也只局限在我家恐龙做的比你家更像恐龙的水平。直到60年代，日本动画井喷式发展以动画人物为中心的手办行业才开始发展，而手办也从此和 ACGN 文化绑定在一起。我们知道日本动画经历过3次井喷式发展分别发生在1960年到1960年代末1977年到1991年1995年到2000年初。3次引发热潮的作品分别是铁臂阿童木永别了雨和战舰大和号、新世纪福音战士。而这3部作品对应的也是动画圈层从儿童到青少年再到成年人的转变。好多人知道GSC 是一个新厂它是怎么从这个市场里杀出来的呢？因为当他们发现美少女手办卖的不错时，就猛搞这个方向GSC 创立于2001年，和兰博基尼最开始做拖拉机的一样。GSC 最开始也不是专门做手办的，而是一家声优事务所。GSC 的老板安逸贵范因为喜欢美少女，早年给一个叫 Kia Melody 的学员的女子声优组合当经纪人，后来因为这个组合所属的公司直接砍掉了声优这块业务，小安就自己搞了 GSC 做声优事务所，立志要打造真人美少女偶像。之前工作认识的朋友就把他拉进了手办的坑，而这个朋友就是现在手办御三家的第2家 Max Factory 的老板渡边成。渡边成当时劝小安小安老弟你别整什么真人美少女了跟我搞假人吧，你瞅我做这些假人美少女模型多好多挣钱。于是 GSC 就开始尝试这一新业务， GSC 开始承接 Max Factory 工作室的活到现在2家公司还在同一大楼同一楼层，绝对的基友公司。那小安接了活也开始使劲的跑工厂，
正巧在跑工厂的时候啊，和工厂里的原型师混熟了，就有人给小安掏心窝子说，哎，哥几个在这破地方混得实在不痛快，还是想做美少女，但空有做美少女手办的鸿鹄之志，想甩手单飞又赚不到几个钱，不知道啥时候才是个头啊。GIC 的老板就说啊，你们几个来监校社干吧，我给你们出钱，干出成绩了我再支持你们去单干啊。于是这批原型师就在 GIC 的秋叶原工作室落下了脚。2004年做出了 GIC 第一款手办初音岛的招仓阴梦啊，之后又做出了 Fate 系列的几个爆款。原型师和企业两边都在业界积攒了一些口碑和人气， GIC 于是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把这批原型师放出去单干了。而这批原型师成立的就是手办御三家的第三家 ARTA。 也正因为这样一段经历啊，御三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御三家更多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当然 GIC 和 ARTA 赶上了什么红利呢？赶上了 Fate 初音这种现象级 IP 的诞生以及美少女角色新画风的定型。我们看上世纪 Max Factory 的这些老作品你确实觉得画风过于写实了，反正可能是我比较年轻爱不起来，没办法，那会儿就这样。另外 GIC 开始发展的时候，互联网社交媒体也在日本开始慢慢普及。当其他公司对互联网还在保持观望的时候GIC 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在网上发布手办的发售信息，搞网络媒体运营对外发送信息的同时， GIC 还会在网上发布调查问卷，或者采集对已经发售的手办的评价信息并且这些信息也都会被实际反馈到项目策划和生产线的质量把控上。当然 GSC 还有一个创新，就是他们推出了最赚钱的粘土人系列据说日本的模型界以前有个规矩就是同一种 IP 造型同一种比例，别人做了你就最好别再做了。但是粘土人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品类，GIC 直接别人哪款做得好我再整个粘土人版本的。我们也知道手办主要有这么几种精品手办、比例手办、可动手办 Figma 食玩转轮关节等等还有关键的一个超级大类就是粘土人。粘土人因为能换衣服复购也高。另外 GIC 里的原型师新人也有活干了，大家可以先做粘土人练手成熟了再去做 PVC。 而这个形态的版权到现在都在 GIC 那里，这个利润是很高的，毕竟价格越来越离谱了，动不动就300-400人民币。08年初代初音粘土人卖了整整10万多个，创办了手办的传说。因为一般来说手办销量能上1000就已经算上高人气了像鬼灭之刃这么火厂家在签 IP 单子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能卖多少，毕竟开发一个钢模就要上万块，拆件数量要是多的话要用一堆钢模成本爆炸。 GIC 用20年的时间就站到了行业的顶端，就算是现在净利润也可以保持在 7% 以上。玩具公司净利 7%，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像同样依靠外部授权的美国超玩公司 Funko， 它的净利润率多年保持在 5% 以下。同样属于日本手办行业翘楚的兽屋净利也只能保持在 1.6% 的水平。那我们国内手办企业又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这里我就先说一下一个手办的诞生流程。手办企业拿到授权之后，设计师开始做原画设计，做成3视图，原型师再根据3视图做立体模型的初稿，做完之后给 IP 企业做监修，调过细节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上色，上完色还要再给 IP 企业调整，等万事俱备了才能拿去工厂，还要把各个零件都拆下来分别做量产的金属模具。量产的模具也分为2种一种是主体部分的金属模具，根据样品模型浇铸，还有一种是涂装上色用的模具日本叫野具。经常有网友说这一环节都是工厂大妈做的差不多吧。所以正常手办的制作周期都在1年以上，在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么长一段流程里面要保证不出错，这真挺难的。所以 GIC 的小安都是亲自跑工厂下流水线。我们国内东莞明月工艺美术就是 GIC 和老朋友 ARTA 合资创建的。当然现在国内其他工厂技术也不错，要是把人形手办再外扩到模型领域，那很多做军模的厂板件铸造技术不输万代太多的这2年万代有点小摆烂。还记得10多年前有很多回忆满满的经典邪神作品邪神赵灵儿、邪神龙葵、邪神佐助、邪神 Saber， 这些大部分是国产，当时更多是调侃，而且国内你根本全网找不到相关人才了。记得 B 站上粘土 UP 主也就有个 King 现在2022年了， B 站上捏粘土的大神太多了，而且好多人都说自己只是纯爱好者。这说明现在这种氛围有了，职业人才的梯度未来也有了。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原画，
这个差距会更大一些。国内的特殊点是原画人才都在游戏产业，而不是动漫产业，可能还真只能靠米哈游持续的卷。我们该怎么理解米哈游的壁垒呢？我觉得可以这么检验，让游戏角色做成手办后给没玩过这个游戏的人看有没有路人缘。那比如网易的妖刀姬游戏里是真好看，但是做成手办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完美。那米哈游聪明的不要的，先用死贵的亚克力牌子测市场。我记得当初在线下店逛，看到行秋的牌子觉得虽然没抽到，但这小姑娘造型挺别致，买单时才发现竟然49块一个。但接下来这东西天天摆你面前，你能不给少爷满命吗？这商业模式太牛了。经过计算可以判断，原神的周边网店月销量在1300万以上，那后续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玩家应该是清楚的。当下米忽悠还算克制虽然现在出的几款手办都是选的热门人物模型，大家可以把你最喜欢的角色颜色打在公屏上，反正该买的我都买了，接下来会给大家持续抽送。希望米忽悠赚了钱早点把现在体验稀烂的云原神优化好一点然后再继续多投动漫。我为啥说它克制呢？那原神目前已经上的手办，从动作造型上看得出来还是很保守的比如你来个雷电将军单腿虚空坐姿的，那肯定卖爆克星和宁光的换装造型能不能卖周边送原石，游戏内多给个手办抢购通知，能不能把单月 GMV 拉到跟泡玛特同一水平？不是没可能只是没必要，这样对 IP 消耗也大。米哈游不仅投手办厂，还投了 IP Star 潮玩星球这样的线下店，这样线下销售终端也有了。那接下来再讨论一下这个行业说了很多年的 3D 打印技术。那很多人说 3D 打印永远代替不了人工去捏我并不是这么看因为 3D 打印的本质是打通了虚拟世界到物理世界的道路。我相信 3D 打印替代手捏只是时间问题，直到那时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建模师了。过去顶多是 cosplay 玩家用 3D 打印做一些一次性零件，而这2年本身也有不少爱好者靠纯 3D 打印涂装也做出了蛮惊艳的模型手办作品。工厂里很多手办的零件现在也都是 3D 打印了，只是后面要加一个人工打磨环节。因为 3D 打印的缺点就是作品都要有那种支撑，当然也有比较鸡贼的公司把处理支撑的工作直接交给买家。比如说日本最早一批开始做手办的海洋堂专门创立了一个品牌叫 DJK 专门卖 3D 打印出来的模型，还带着支撑卖，后期的打磨喷漆玩家 DIY 就可以了。思路确实打开了，这个市场是慢慢培育中。这里也简单讲一下，制造方式是分剪裁制造、等裁制造、增裁制造。剪裁就是在原有的材料基础上去除多余的部分得到制品，比如说拿木头削小人等裁制造在工业上用的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做注塑工艺简单来说就是做好模具之后往里灌材料。而增裁制造是 3D 打印的学名，顾名思义就是越整越多，实现一个材料从0到1的有序过程。目前手办的 3D 打印主要面临的是材料成本的问题。目前市面上能够满足光固化条件并且材料强度可以达到手办要求的材料，价格都在10块钱一克以上，而普通手办的重量都在100到400克左右，光是材料费就上千了。像国内开天工作室做过三国群雄系列，也是国内第一家用 3D 打印开发雕像和手办的公司，他们现在用的材料单价大约在50块左右，所以开天卖的货好多都6000多，还限量，超过1000的蛮少。但这个材料费未来肯定是可降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 3D 打印再这样发展对今后手办创作者的培养不利。为什么呢？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手办的 GK 模型往往是创作者一点一点手工做出来的，人物喜怒哀乐的神色动作都在一笔一画的雕琢中体现，也正是这样的刻画赋予了人物生命。但是 3D 打印往往是在 ZBrush 之类的软件里建模，然后再用打印机打出来，跳过了和材料接触的一步，也无法对材料的重量有一个感知。很多新手做的原型在软件里很完美，但真正做出来连最起码的站姿都维持不了，并且保守派认为 3D 打印很可能会抹去手工给创作者带来的创作喜悦，手里没东西了，甚至影响作者的发挥。革新派则觉得技术说到底只是我们高效完成任务的一个工具。那当初板绘出现时也有板绘和纸绘之争， 3D 打印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省掉原型师在制作模型过程中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环节，比如说像调整模型的比例让原型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另外 GIC 老总小安曾经一个观点也很有道理，就是随着原型师之类的创作者的老龄化数字方式的介入可以让年龄大一些的人能在电子屏幕上放大缩小，
通过各种参数的调整，很好的完成高精度的工作。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原型师的门槛，让更多有意愿动手做东西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我猜测3年之后，B 站 3D 打印手工 UP 主数量怎么也得再翻个4、5倍，因为本身2020年全球 3D 打印产业规模是接近128亿美金，有机构预测2025年会突破1200亿美金。那我们自己的手办周边产业又该怎么突破呢？首先靠游戏弯道超车，我觉得只是暂时的，底层还得是国漫。但现在国漫尴尬在哪呢？首先总体定位仍旧低幼化。04年全国省级电视台和副省级电视台接到了立刻开办少儿频道的任务，05年又开启产业大补贴，这2波实在是太猛了，猛过头了。而当时行业里决策的人多数都不是从小看动漫长大的，对行业的总体认知就是动漫就等于低幼动画片，以至于喜羊羊现在都34部2600多集了，那熊出没我都不知道多少集了。由于院线资源有限，喜羊羊和熊出没在动画电影里至今也是2座翻不过的大山。我们也可以想想，大家又能讲出几个非低幼的著名动画编剧导演的名字呢？挺难的。包括那个2020年那个黄金档的哪吒与变形金刚中美合拍，大概率主负责人连80后都不是，应该也不看动漫。另外都说大圣归来、哪吒重生或者姜子牙是 IP， 用这几个 IP 就明确说国漫崛起也是要警惕的，因为年轻人自己都明白检验 IP 的标准很简单出款手办看能否卖上10年，而这点想成功至少先实现出海全想好。虽然是玄学，但就是蛮准。像神龙斗士，好多人是真的连剧情是啥都忘了，可龙神丸越卖越好，也很少有人指出一个真相。靠院线诞生的 IP 周边也只能在电影院线下或特定的会展卖，你 IP 故事讲不动的。从 B 站会员购点击想要的人数就可以看出不同 IP 的强弱。而日本青年成人向动画制作时长超过儿童家庭向动画是在什么时间呢？比大家想象的晚一些，是在2015年。这个时间点也是日本以80后为核心的，看着日本的成年向动画长大的一代人成为产业主力的时间点。而我们国内有同样人才时，去游戏公司的收入可以翻几倍，所以还在真国漫领域坚持不懈的人真的很难得。我很喜欢一人之下的冯宝宝、张楚岚，罗小黑战记里的阿根，兰溪镇的老君，只是追赶需要更强的耐力。不知道行业里的新人还会再熬多久，未来又有哪个作品能真正扛起内容出海的大旗呢？支持米忽悠在国漫上真正实打实多花点钱的就给个3连吧。米哈游虽然在动漫上布局已经很多了，但我觉得投入还是不够大。希望米忽悠始终不要忘了当初给大家的承诺呀。我是大蜡烛，我们下期再见。